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颠颠阿博。2022 LPL 春季赛季后赛战火重燃，4强采用双败赛制，每支队伍都有2条命。上半区 TS 让2追3完成逆转，率先杀进胜者组决赛，威武被打出复活甲，掉入败者组。下半区的比赛同样精彩，常规赛第2的 RNG 对阵第3的 GDG， 胜者与 TS 交手，败者与威武打生死战。最终 LPL 再次上演让2追3， RNG 复刻 TS 剧本， GDG 掉入败者组与威武打生死战。有趣的是，追3成功的2支队伍都是全华班，因此有网友甚至发帖调侃，连续2天全华班让2追3就是剧本，我不管。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，但连着2天出现让2追3这么低概率的情况能被碰上，也着实让观众感到难以置信。第一局RNG下路祭出维鲁斯加卡尔玛组合，并带了双彗星，前期对位压了60刀拿到线权，再加上中野的越塔，瞬间打开局面。中期管泽元发功，团战变成了回合制，但是 GDG 打得更有章法。20分钟 RNG 恋战追击被反杀4人， GDG 顺势拿下大龙，将经济反超。后期 Hope 的穿甲侠强势崛起，369杰斯 POK 也很精准，RNG 阵容越打越乏力，首局落败。 MVP 给到 Hope 的侠 0-2 打到10-2，泪目。第2局卡纳韦继续选手很热的盲僧，前期军训上路击杀并2次， RNG 则选择围绕下路来打，不过拿到优势，每波进攻都很勉强，给 GDG 扳回劣势的机会。中期魏和小明做视野迷路阵亡， GDG 顺势拿下大龙并听牌龙魂。即便 RNG 团战拉扯做到极限，但等级和装备落后太大，369塞恩无人能解，卡纳韦更是7进7出， GDG 再下一城拿到赛点， MVP 给到盲僧，单人打出了2万的伤害。第3局前期局势和上一局很像，并连续被抓死3次，好在魏和嘎啦很肥， RNG 稳健运营拿下风龙魂。中期卡纳韦在河道蹲伏被击杀， GDG 只能把大龙拱手相让， RNG 把所有外塔拔掉，经济拉开到4000块。28分钟远古巨龙团369凯南打出天雷，小明列娜塔完美大招化解攻势，为佛耶格收割战场， RNG 2换5拿下远古龙。来看一下正面要先打起来了吗？米随便打一个闪，瑞斯开成送凯南，凯南这个位置还可以，下来到万雷天蝼蚁练得很不错，但伤害差一点点可以收购下来。厄斐琉斯一个烟花直接炸开，打出2个人头，下一个大招回身大风拉的也还行，双方打成1换2，后面王闪进来斩出人把那个人头捡起魂之后，牙膏也走不掉，但下又一个倒钩又拉死一个狐狸，后不尽力了呀，但是这波队友要死完了，牙膏还要拉扯吧，最后哭了个 Q， 被9桶拿到人头。3龙会无人能挡，扳平比分， MVP 给到位，8-1-5的超神战绩，帮助下路尝到了甜头。第4局 RNG 继续选择围绕嘎啦来打，不过经济并没有拉开， GDG 打得很整体也很顽强。26分钟 GDG 领先3000经济开大龙，并9桶完美大招炸散阵型，为佛耶格收割战场， RNG 0换4拿下大龙。最后一波369排视野被抓死，这让 GDG 雪上加霜， RNG 摧枯拉朽推平基地。 MVP 继续给到位的佛耶格，团战无情收割了机器，决胜局再次响起战歌，并祭出招牌刀妹和369杰斯拉扯，小虎锁下加里奥打保护，前期 RNG 中野联动密切，直接把369给抓崩。先锋团未有等级优势， GDG 阵亡3人直接裂开，中期 RNG 稳扎稳打。第3条小龙团嘎啦厄斐琉斯飞轮打出爆炸输出，帮助队伍听牌龙魂并拿下大龙。最后一波 Hope 走位失误被秒， RNG 二话不说直接推平基地， MVP 给到小虎的加里奥。4强双败赛这2个 BO5， 看完前2场几乎所有观众都认为要3-0了，结果最后都完成了让2追3的逆转，这让我们明白了2个道理，千万不要半场分锅，更不要半场开香槟。2天2场让2追3也让网友集体懵逼。要知道在过去9年时间里， LPL 季后赛一共也才出现了4次让2追3，
但是此刻短短2天就出现了2场，这可能就是电子竞技的魅力吧。成功挺进胜者组决赛的 RNG 也是展现出了一支强队该有的韧性。赛后采访，明喊话 JK Love， 对 TS 下落的话 JK Love 很熟了嘛，就赛前发点消息恶心他一下，可怕。没想到 RNG 此时竟还有大招。不得不说，这场胜者组决赛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真的极具看点。比较有意思的是，场下也有很多趣事，比如 GDG 拿到赛点后，管泽元说的一句难道说，令 GDG 官博都慌了，亲自下场止损，但是没有用，毕竟结果再一次证明了管神功力之恐怖。还有就是前职业选手 AG 吻狗的故事了，因为赛前 flag AG 直播兑现承诺，现场亲吻自家的宠物狗，这一幕虽然残忍，但是成功 get 到了网友们的笑点，于是 AG 吻狗的故事冲上热搜，让更多的人心疼此狗3秒钟。正如姿态的锐评，感觉这不是在惩罚 AG， 这个是在惩罚这只狗。回顾这场 BO5 GDG 输掉比赛，要说谁的锅最大？阿博觉得是中路和 AD 这边对 Gala 总是开局莫名其妙的就送出去2-3个人头，太离谱了。GDG 的辅助这场发挥还是很不错的，看上去和明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。今年春季赛到现在都能看出来比赛的输赢走向，真就全靠中野辅。中野强势，前期就能直接结束比赛。中野睡着了，那这场比赛大概率就 GG 了。上单要靠中野，最后才是 AD。看这段时间的比赛 ，AD 前期送1-2个头都不太影响比赛输赢，但回到最后一场，阿博觉得369犯的罪更大，也是阿博认为剧本杀实锤的最有力证据之一。决胜局在 GDG 野区发生了一波团战，369 TP 下来，全程都在拉扯空气，一炮未发，看得人都麻了。RNG 全员赏金那么高，但凡你不在草丛来回拉扯空气，放一炮然后锤进来，小虎和魏怎么可能走得了？2个人都是大赏金，这一波要是都吃了，谁赢还真不好说。虽然前几局369发挥的都不错，线上也压制了病，但最后这一波属实有点离谱。阿博低下头想了想他的外号拉扯哥，顿时心中就释然了。 OK， 接下来2支仅相隔1天完成让2追3壮举的全华班战队将在胜者组决赛碰面，角逐出第一张通往总决赛的门票。不知道 RNG 和 TS 谁能率先挺进总决赛，不过对于2支队伍来说都还有一次复活甲的机会，哪怕输掉这场比赛，也还有败者组决赛争夺第2张门票的机会。最后，观众朋友们对此次 LPL 4强赛剧本杀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哟。